大家好，我是 Alan，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2022、2023年的 IT 头部大厂的大裁员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，我把数据显示在屏幕上，我做了一些过滤，我只显示了2022到2023年年头上发生过的大裁员，这里有总裁员人数、日期、占公司员工的比例和公司性质等等。那么这个表上大家可以看到，头部的那些大规模裁员几乎都是 IT 大厂，谷歌12000占了6%的员工总数，Meta 11000占了13%，Amazon 10000，据我所知是18000，可能这个是11月16号的，1月份还有，这个是占了3%，微软100005%，Salesforce 800010%，哦，Amazon 还有，这边有8000，有180002%，那加起来就是5%，Cisco 41005%，IBM 39002%，Twitter 那比较厉害了，砍了一半，Elon 他这个人比较狠啊，Better 我不太熟悉这个公司，33%，SAP 3%，3000人，这公司我也不熟。Crypto 估计是30%，2000人，估计是做加密货币的。下面有很多公司，里面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司，有一些公司呢是我比较熟悉的，有过接触的，有些公司呢大家比较知道最近比较热门的，比如 DoorDash，对吧？Shopify 1000人占了10%，这个数据还是看起来很吓人的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吓到。但是呢，我从个人的经验上，我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可能不需要担心那些被 lay off 的人，这些大公司的 lay off 的 package 呢，大都不错，平均下来啊，可能是一个普通加拿大人1年的工资。这些大公司的人员呢，在就业市场上呢是很有竞争力的，可能下家已经找好了，或者很快就找好。所以这一年他们的实际工资啊，可能比正常年份还高。我这个不是玩笑话，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啊，我就碰到过好几回，以至于我都有些妒忌那些我被 lay off 的前同事。我甚至想去主动申请 lay off，奈何老板不肯放人。其次呢，要担心的，我觉得是那些小公司的 IT 人员。很多小公司呢，这时候就趁机从市场上挖人，来扩展自己的人力资源。有时呢，也替换一些人员，提高自己员工的平均素质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很多大公司都是养老的，人在里边都废掉了。这句话呢，我并不反对，但是大公司进入的门槛高，这些人自身的基础素质是很高的，只要能把他们调动起来，他们的能力还是杠杠的。所以我觉得小公司还是会趁这个时候去挖人。第三，我想谈一下自己对整个 IT 行业的一些看法，尤其是这次大裁员的看法。疫情期间呢，很多 IT 公司的股票啊都飞上了天。我觉得首先是因为灯塔国开足了印钞机，使得流动性大涨。其次呢，IT 行业在疫情期间呢确实是逆势成长，因为人都被关在家里了，你只能和机器玩。你看，这不连那个 ChatGPT 这种东西都搞出来了，所以他们在疫情期间呢招了很多人。现在瘦一下身，挤一下水分，肯定是需要的，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全部。我感觉啊，在后疫情时代，很多公司的业绩都不是很漂亮，对未来的预期呢不是很乐观。一般而言，一个 IT 公司的人员流动率相对传统公司是比较高，但很多呢都是通过主动离职或者年底的 mass layoff，一般不会超过2%。所以那些不是在年底或者超过3%甚至
5%的裁员都是一个业绩的信号。我觉得他们的业绩或者他们预期他们的业绩会有问题。另外，我还想谈一下这一波裁员对加拿大的影响。加拿大就是美国的小弟嘛，跟老大走是必然的。这波裁员潮肯定会来到加拿大。首先，很多大公司在加拿大就有分部，那么肯定会受影响。其次，很多加拿大公司肯定会跟风。另外，我也通过一些渠道在工作中了解到，某些 IT 公司的业绩在2022年度下滑很多。作为软件和服务的提供商，这就意味着很多他们的客户加拿大公司的业绩不行，影响到了他们。最后我还想聊一下很多加拿大家长，尤其是那些在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的家长，他们所关心的事情，就是这一波裁员对加拿大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影响。其实疫情开始后对加拿大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的影响就已经很明显了。很多公司呢取消了加拿大学生的 offer， 其中有 co-op 的，也有毕业生的。以前沃特鲁大学的计算机学生一大半的 co-op 和新生的 offer 都是美国企业，到了2023年降至了最低点。今年受大裁员影响，很多 co-op 和新生已经接受的 offer 都被取消了，其中就包括了谷歌等头部大厂，影响非常坏。那么这么多人都挤在加拿大找 IT 工作，我估计今后几年的实习、毕业找工作，这些学生都会受到影响。那么至于报考计算机专业的热度是否会下降，我不确定，因为相对而言，计算机学生还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讨论。